哦，哇，打六啊 bro， 大陆哦5500赚就给你升单，100了。早上好，马来西亚，现在我有冰淇淋。最近的 Facebook 整个都是冰淇淋啊。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呢，就是找了 Joseph， 我们今天不是来讲 Vios 啦，我们今天是以一个 Toyota Vios 跟 Toyota Camry 的车主来讲一下 Proton X70的。那为什么现在又讲回 X70呢？我知道已经是炒冷饭了啦，因为它已经换上了这个1.5公升的 TGDI 3缸涡轮增压引擎，大概有1年多了的。现在我呢跟 Proton 借了来驾1个礼拜，试一下那个驾驶心得。其实我驾了1个礼拜，我才知道那个车到底是怎么样嘛。因为我通常是一上手就上个云顶，然后就这样子完事，所以很多小东西我都没有真心去体会到。现在呢，我驾了大概有1个礼拜了，终于体会到这辆车到底有什么小心可。等一下我一一在试驾的时候跟你们去分享的。那等一下呢，我是做一个简单的 walk around review 啦，因为它的很多内饰跟外观呢，跟之前我拍的那一辆是差不多的，只是换了一个 rim， 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如果你们想看 walk around review 的话呢，不妨可以点击右上角去看之前的影片。这个影片呢，就是来试驾一下全新的1.5 TGDI 在 X70上面会是怎么样啦。X70在这个市面上已经有5年多了吧。我驾了 X70出去之后呢，发现到街上不是 X70就是 X50， 怎么认它是最新款的呢？你可以看到前面有这个钢琴烤漆，这个前网的话也是一个钢琴烤漆，轮圈呢就换上了这一种比较像花式的，这个我觉得很好看，19寸轮圈，因为这个是 Premium 的哈，它是没有天窗的 Premium， 19寸乃是在这辆车是很好看，但是你要牺牲一点舒适感。前后一样225、55R 19寸，离地界面就不用说了，这辆车是蛮高的。上下车的话，其实我还是觉得 X50会比较适合我，上下车会比较方便一点点，这个车会比较高。这辆车有无钥匙进入，有无钥匙启动，很方便。因为我的车啊 Camry 是用锁匙的，后面电动尾门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有没有？高级感。但是呢，你买东西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你比较高啦，你要搬东西上去会比较麻烦一点。可是就是空间是不输人家啦。马来西亚人的最爱啊 ，spare tire 油，对不对？这个是我打乱95啊，这辆车哈。内饰的话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这辆车的价钱大概是124千 on the road， 它是在 C segment 的 SUV 里面的价钱是最亲民的 ，USB 插槽还可以放手机充电。我们来打开一下引擎盖。现在换上了这具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它是跟 X50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可以产生177匹马力，还有255个牛顿米的扭力。之前1.8公升的那个呢，现在是还有卖的没有错，可是很多人会拿1.5，因为讲它都会比较轻，而且比较省油一点，然后 road tax 也比较便宜一点的。1.8公升那个300个牛顿米，这辆只有255啦，够不够这辆车用呢？我是觉得还可以。但是如果你讲当你暴力驾驶，你需要动力的时候，你很明显感觉到300个牛顿米跟255是很有差别一下的，但是这辆车还是 OK 够用啦。它的铆钉这里这么大个，后面还可以做椅背倾倒64的，然后还可以调整它的侧倾角度，有2个 step， 大概1个拳头的位置，头部空间哇很多，2个拳头坐在后面是蛮舒服的，倾斜角度也 OK， 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还有 BOSS switch。OK， 那话不多说，去试驾 ，Let's go。你看它的动画OK 啦，这个1.5公升的话，老实讲啦，它当你按下了那个 Start button 之后，它有一点少许的震动，引擎会比
1.8公升比较粗一点点的，是真的。当这种低怠速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辆车明显有少少的那种抖动，反而1.8那个会比较细腻，讲的会4缸的。可是如果你没有真心去感觉的话呢，是感觉不出来啦。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 X70的车主啦，每一次我关了引擎再打开之后呢，因为它是连接我的蓝牙嘛，它在播着音乐的话呢，会卡卡这样子的，好像有一点 WiFi 断线还是 Bluetooth 断线的，是刚开机不久，大概1分钟过后才是没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车主遇到了。Joseph，这边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我当凉凉的。其实椅子一个会有通风椅，其实是很高级配备，因为一般上我买得到的车都是椅子加热，对，它是椅子通风。在马来西亚的天气的气候啊，是真的是很适合，对不对？这个 best。OK， 走了。这一具是配搭这个 7 Speed 的 DCT 双离合的变速箱，起步的时候呢，你都会要好像那种 clutch 的感觉，就是当你松开刹车之后呢，你要等它的那个 clutch 结合，然后它走出去了之后你再踩油。如果是还没有完全结合的状态，你一踩你会感觉那个车一下子冲出去。所以要把这辆车开得舒服的话呢，你要有一定的技巧。但是你没关系啦，你把这辆车驾了整整1天之后，你都已经大概会上手这辆车了的。还不会上手吧？这样子很容易驾的。其实这辆车刹车也是很敏感的，我点下去它就开始会有刹车。可是如果你真正讲这辆车跑快要紧急刹车，有没有信心？其实我还是有所保留啦。是有信心的，可是他讲都是一个1800公斤的车嘞，高车这种高车还是不要贴人家太紧好了。前面的车会有压迫感，真的会有压迫感。我这几天驾下来啦，当那些喜欢挡人家路啊，走在 fast lane 那慢慢驾的，我就尝试去比较靠近他一下是真的是他们会怕。你看它的变速箱其实它讲是 DCT 真的是可以讲啦，我是驾过这么多 DCT 里面是最慢之一的，好像 AT 这样。它的这个调教呢，它不像 X50这样 ，X50讲的会比较快一点点。X50在升档的时候是你会看到那个米特这个没有了。如果你讲舒适性这19寸配搭的这个车的悬挂系统是没有讲很舒服那种，反而它会有带一点那个软中带刚的感觉，有点跳的，有点 sport。如果我驾过18寸的话，18寸还比较好一点。可是这个19寸的话，你为了要美观是没有办法了，就好像今天女人为了漂亮就要穿少一点，然后去要冷的地方的话就自己受冷当你驾起来是的确是稳定性超棒的。我这辆车我已经 test 过它的这个最高的时速了，大概是190里面上不到200，已经给一个1.5公升177匹已经是很厉害了的。然后在 South Corner 来讲呢，我so far我都觉得很满意啊。在这个 SUV 来讲，记得我之前上手这个 BYD Atto 3，我第一天驾到晕车是真的，因为它很软，去到那些不平的马路的时候，它会左右晃动过一个半也是左右晃动，不是前后是左右很够力一下的。我的女朋友告诉我，她也是很快就晕车了。反而 X70的话，它就没有问题。这辆车的悬挂系统一点都不软，它的车头呢悬挂系统是硬，后面是比较软一点的，在这辆车。所以当我在 corner 的时候呢，也感觉到明显的屁股呢侧倾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前面的支撑性是蛮不错的。这辆车的油耗怎么样我都那时候一拿车的时候我很好奇也是非常感谢 Brompton 借我的车1个礼拜，我才可以真心是 test 上那个油耗。我反而觉得它的油耗是蛮高一下的。可是再这样想回来这辆车的重量是1800公斤这个动力要拖动这个1800公斤的车是不简单的我收发你可以看到我的米特上面，我的平均油耗是10.4 L per 100 km 了，而且我的人呢，大概有时候是看心情啦，是不算重不算轻脚的人了。我偶尔就是想要超车，就是踩一般的油门下去，这样子超。我现在驾了大概144公里我的油缸差不多剩一半而已嘞，蛮高的。尤其是你在跑高速上面，150、160，你再继续踩下去你看到那个会去到16.4 L per 100 km 的，你的心都会再痛了一下。所以这个油耗呢，对于我的 Toyota Camry 来讲是蛮高一下的。我 Camry 打满一缸油大概是18 L， 可以行驶450公里到480公里。可是这辆车我打满32 L 左右，不到35 L 啦。我可以行驶的公里大概不到300，260。比起这个价位来讲，其实 road tax 都帮你省了钱车的空间 quality 也帮你一个 up 了一个 level。
然后只是油耗会比较差一点。对于我们平常驾习惯日本车来讲，它油耗会差一点，但是整体方面来讲是不错的 ，OK 很好的。因为 X60是真的是成熟稳重派那种的。中间这一块呢，当我把它的荧幕打开到冷气调节的话，有没有觉得好像在驾着 Range Rover 这样子嘞？新款的 Range Rover 就是2个 screen， 在这边的话，我就可以好像模仿到我好像很 ADAS 的感觉，瞬间提升 ADASness。它的挡挂是电子挡挂，就像 BMW 这样操作，我之前也是有示范过的。所以看起来这一块是真的是 best。然后你左右这个拉杆是干嘛的呢？手把。受回程。我看一下它能不能 sense 到那个摩托。打开 ACC set， 真的看到摩托嘞，我现在100 km/h 哦，关灯了。Auto light has been turned off。它看到摩托了，它其实很顺的嘞，它不像 Produa 啦。如果我拿直接 Produa 的最高最贵的车来比的话，他们用的 ASA 呢，其实它主要是用主镜头而已。这辆车是有雷达侦测的哦，所以雷达侦测怎么样都好，它的精算都会比较准确一点。就你看啊，那种有弯道的时候哦，它还是有知道有车在前面，它不会因为哎呀我的 camera 看直的，我看不到车了，然后它就加速加到过了弯道之后哦，我就开始，妈的，你看这种车新的都不打。这个 ACC 跟车已经算很好了。我那天在 Tesla 是不是 ？Tesla 稍微有车出来一点点罢了，它开始刹车了就也是好啦，还会有一点 ready 这样子，可是你会很怕咯，你的脚要放在油门上面，就是我不要，我就要踩油这样子，给它介入比较多。对啊，介入很多。在这个真的舒服，我还以为你自己开。因为我的脚是没有放在油门踏板上面的，也没有放在刹车，现在是30以上。deactivate， 只要是30以下就跟你 deactivate 到了。那这样子的音响呢，讲是讲 Kenwood 啦，可是哦，高音是不错啦。你要听 bass 的话就比较差一点啦，这个车。开始有 bass 了。我把那个 equalizer 我听了很多啦 ，custom 的自己调的，讲调的是不是很好听的？我反而按回 Proton 的那个自己设定的才好听。我到底还听你啊，是360度全景 camera 呢，是在这个价位里面，这个等级里面是最清楚的，而且其实反应很快。一般人家靠近的车子是滴滴叫嘛，他直接给你看荧幕哎。其实我跟你讲哦，我驾了这个一阵子，我是觉得有点小烦恼啦。有时候在红绿灯我在等车，摩托一经过它就开了，太敏感了。然后好，功能是好的，它经过而已，它不是停在我前面，它停在我前面它开 OK， 可能我经过一些小巷子，它会自动开给我嘞。这时候就很好。这辆车在低速1500 RPM 左右，你会有点感觉到一点那种 bass 的声，你看那个 engine， 它是很安静的，没有错，可是它就三缸的那种性格就体现出来哦，有一点小小的那种声音。可以讲是小 V6， 小 V6， 小 V6。可是它引擎是传出来的声音是真的很小很小的，它隔音是真的是很棒。打开 Sport 模式，关掉 AC， 我们来试一个01到100。OK， 踩。哇，打碌啊 ，bro！ 打碌5500转就给你升档，100了。Range Rover 跟 Range Rover 跑一下。其实昨天我跟那个 Satya GTI 这样子来跑，它应该是底部的啦 ，convert 出来的啦，不可能它动力这样差的嘛。如果它是真的4G93哦，不可能我可以，它踩到完啊，然后过我可以超越它的，是不是？这就很奇怪了。底部 GTI， 底部 GTI。G 底部，这辆车最准，我去到180了啦。其实那辆 Range Rover Evoque 是没有力的，我驾过，而且还要装了20寸的 rim， 真的没有力的，我驾过。它是舒服驾啦，其实也不是很舒服啦，空间很窄啦。damn！ 如果我这样子跟它跑下去哦，我的油耗很快完蛋。你看我的 corner 啊，我现在140了吗？是不是很 OK？ 哦 ，OK， 比一个 SUV 还这么高的车，很 OK 好了，还算很稳。
140耶，bro。哇哦，可是这个方向盘呢，我印象中我第一次试驾 X70的时候，那个1.8，它的方向盘很轻，太轻了，就是原地不动的时候你就动一下方向盘，一根手指都可以动得到。而这辆车我把它设定在 normal 上面我反而觉得它好像变重了一点了，还没有像以前这么轻了可能是又调过了。那在 highway 的话是很 OK 的，电子辅助助力的方向盘，很定啊，140，很定。开始一点点少许的风声在这边进来，一点点。不跑快真的不知道。刚刚好像100、120没感觉，没有声音的。是哦。这样隔音其实很不错，风噪也很好。哇 ，Honda City 在跟那个 Range Rover Evoque 在跑啊，终于让了，不是 Honda City 嘞，看错了，是 CR-V 嘞。哦，我靠CR-V 在我后面就觉得很小亮机了。可是这辆车嘞，如果是在下午还是怎样我踩到完它会看 aircon 的嘞。哦，会开 aircon 会开 aircon。这个适合上班族家的车。它就会需要动力就会cut掉保护它的这个 compressor。然后我的瞬间油，我的停机然后马上飙了10.6 liter 吧，那个。一下就到这个大弯。某个情况转速不够低，还是真的是不可以降档。但是我还是很希望它是有一个声音，让我觉得，让我知道我降不了档，会比较好，滴滴一下也好。后面是真的是软，后面软一点，后面会比较，完全那个车身是很 OK 的。有点像我的 wheel 沉下去就到那个点就盯着了。对。那时候不要玩了，算了吧。他还是在继续盯着那个 CR-V， 认识的吧？我玩。可是它的坐姿上面，我会觉得有点太高。我做不到像 X50给到的那种战斗的感觉。我现在是坐最低然后方向盘是放最出来感觉到好像还找不到我很喜欢的那种姿势它已经好像一直在全油门的这个 Range Rover。后排排气管变得很明显。早上好，马来西亚。不是早上好，中国，我有冰淇淋。X70呢，就把它开到了云顶三角了。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个影片又要干啥了。之前加过1.8公升的，大概应该有2年了啦。这次就把一个1.5公升试驾上云顶，看它这个性能会是怎么样的。你看很方便的，P 搞定，自动上锁那个刹车系统。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OK。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 POV 再见，拜拜。